新房装修，阳台到底要不要封？想必这样的纠结在每一个装修家庭中都会出现，也一直是家居行业比较有争议的话题。有的人会说必须封啊，不封会漏风漏雨，还很难打理卫生。然而也有的人会说，我就不封阳台，我喜欢吹吹春天里的晚风，沐浴着四季的阳光，封了还叫什么阳台？正巧我家现在也面临着封不封阳台的选择，就我个人的经验和真实感受，来和大家分别聊一下封阳台和不封阳台的好处和弊端，也希望能给同样面对装修选择难题的朋友们解决一些困惑。封阳台的优点都有哪些呢？关于这几点都会和日后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我认为比较有用，所以会重点讲下。一、安全性高，且有保温隔音作用。首先，最大的好处也是大家最在意的，就是安全性，尤其是高层有孩子的家庭，就算有防护栏，孩子也是会到处乱跑，孩子的安全无小事。封完简直是给楼房家庭安了一把放心锁，且保暖性极强，这是肯定的。在北方的冬天温度格外的低，封完不仅能增加保暖性、安全性，还能阻隔不少外部带来的噪音。离马路近的伙伴们是最佳的选择，就不用担心每天听到车流的声音。二、卫生好打理，封完的阳台还很好打理，室内的卫生搞一下就很容易，一般都是通铺的地砖、地板，扫地机器人都能帮你完成，省时又省力。而且到了刮风和下雨天的季节，特别的防灰尘能起到了有力阻挡，否则雨水过后真的很难打理。封完的阳台就完全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三、增加室内的使用面积，扩大了使用面积，适配装修风格也多，看起来整体规整，美观大方。这个空间足以做很多自己喜欢的事。阳台还可以用来健身、品茶、瑜伽等，或者做一个收纳式的阳台，放洗衣机、晾衣架，一侧打上储物柜，摆放自己喜欢的物品，是真的可以增加很多室内的储物空间。在当下特殊时期，居家休息时间做点喜欢的事情，特别的安逸，大大的提高了生活质量。那么封阳台的缺点都有哪些？一、影响采光和通风，床和被子等衣物没地方晾晒，阳光不能直接照射，起不到有效的杀菌作用，还会影响空气的流通，对流的风量肯定会减小，尤其居住楼层低的住户可能还会觉得压抑。因此也有很多住户选择安装新风系统，但是新风系统的风量还是远不及开窗户的量大，所以也会有很多人说价格贵，效果不佳，根本就是智商税。二、阻隔视野，封完阳台一定会阻挡观赏性，看窗外的景色不会那么直观，没办法眺望更远处的风景，没有开放式的视野通透。三、增加装修成本，带阳台的一般都是落地窗，也就意味着大，那么封起来的成本会高，非常现实的问题，一般价格也是不等，就算普通的断桥窗，差不多也要大几万，看你选的材质、材料决定最终价格。不封阳台的优点：一、适合老年人养花种草，因为我家有老人，会很喜欢外阳台，可以养一些绿植和花花草草，随意搭配，依靠自然环境生长，阳台上也是很方便打理。很多老年人更喜欢田园生活，独立的阳台空间可以在闲暇时间打发一下城市的喧嚣。围巾难能可贵的就是独属于自己的空间，这样边看花边看世界，寂静地享受着自己的绿色成果，这样的生活想必是惬意的，令人羡慕的吧。总结一下，在我看来，不封阳台的缺点还是蛮多的，总之是弊大于利。首先就是安全有隐患，保暖性差，噪音大，灰尘大。其次，高层风也会很大。还有一点就是蚊虫和飞蛾会趁虚而入。另外，阳台还要选用耐腐蚀的材料，否则腐烂的就是想翻新也会很麻烦。所以就我个人而言，还是比较倾向封阳台。封阳台选材和安装方面的建议：一、先来说下选用什么样的材料，这也关乎到使用年限和生活的舒适度。现在阳台装修用到的材料基本就是断桥窗、系统窗、塑钢窗三种主流形式。断桥窗优点有很多，由于断桥窗框架结构整体采用铝合金材质，具有良好的隔热性能和降噪效果，比较合适北方，屋内屋外室外温差大，而断桥窗凭借良好隔热性能，防止窗户出现湿气。我认为目前也是几种材料里性价比比较高的。系统窗其实和断桥窗有很多相似点，隔音降噪、隔热采光效果都很好，区别在于由于制作工艺、五金用料、研发设计等方面综合性能更强，稳定性更好，并且由于零件都是固定好的，系统窗安装也会稍加容易些。而且
系统窗安装后都会考虑窗户等压，在设计上更加注重平衡室内外压力作用，水密性、气密性更加具有优势。当然，系统窗比普通的断桥窗价格也要贵很多，比较适合大宅或别墅的住户。塑钢窗是我们家装行业的老朋友了，凭借价格经济实惠、良好的性能占据了市场很多年，但自身的缺点也很多，比如耐热性和稳定性就不如断桥窗，且使用寿命短，用久了会出现变形、变脆的情况，比如适合预算较低或是临时性过渡住房的朋友选择。再来说一下窗户的玻璃选哪种形式。现在市场主流的基本都是钢化玻璃，和普通玻璃相比强度更高，且热稳定性更好，即便是受到外力冲击碎了一般也不会伤到人。需要注意的是，选择钢化玻璃一定要认准 3C 认证标识。至于玻璃组成样式，具体选择双层中空还是3层中空玻璃，还是要根据自身的居住情况而定。像普通住宅选择双层中空的就可以了，它的隔音、隔热、采光效果就很好了。但是如果临街或者周围有商场嘈杂环境的住宅，建议最少还是选择3层中空的夹胶玻璃，确保把噪音降到最低。最后就是安装环节，3分材料7分安装，这一点也尤为重要。首先，安装前要认真测量，预留好足够空间。其次，安装时千万不要破坏墙体框架结构，避免日后造成墙体开裂、窗户框架变形等情况。另外，安装时用到的密封条、玻璃胶、密封胶等材料也要慎重选择，尽量选择大品牌的，千万别贪图便宜，用劣质材料，否则会降低窗户的使用年限以及密封效果。说在最后，好了，说了这么多封阳台优点和弊端，其实要不要封阳台，还是看个人怎么取舍，同时也要根据南北方温度差异而定。比如南方的朋友气候四季如春，大多数还是选择开放式阳台较多，那么北方的朋友还是讲实用性、保暖性，所以基本上都是封阳台的居多。随着季节更替，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相信也会有和我一样正在打算装修的小伙伴。那你们家的阳台是怎么考虑的呢？不妨和大家一起聊聊想法。新家入住前，家具这个重头戏就要闪亮登场了。话说，选家具也是一项技术活，有的家具颜值超高，但中看不中用；有的盲目跟风，实则是花钱买了个坑。本期小编结合自身入坑经验和网友真实反馈，为大家整理7种中看不中用家具，提醒伙伴们多避雷，少踩坑。茶几。茶几曾经是家具里必不可少的存在，但当下装修，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不放茶几，因为真正生活后，它的利用率其实不高，而且客厅摆了茶几之后会显得小很多，尤其是小户型，就剩下一个过道了。并且有了宝宝以后，为了给孩子营造舒适的活动空间，客厅位置自然是越大越好，这个时候茶几也就成了鸡肋的存在。就像网友大文雅子分享的那样，茶几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是个累赘，放东西在上面会被孩子扔在地上，还容易磕碰到孩子。不放茶几之后，给孩子营造一座游乐园，客厅宽敞了，就算孩子折腾的再乱，几分钟也能快速打扫战场。在小编看来，小户型实在是没必要放茶几。当然，如果你确实有这个需求，建议选一个简约轻盈、方便移动的小边机。岩板餐桌。随着简约风格的流行，岩板餐桌也同样火了起来。它以高颜值、耐磨、耐腐蚀和好打理著称，小编也是因为这些原因才入手的。但用过之后才发现，不能光看表面，你还得看看它的另一面。首先就是市面上号称岩板的太多了，没有统一的标准规范它。网上几百元的岩板餐桌比比皆是，但很多都是拿瓷砖大板当岩板来卖，消费者也不是专业人士，不会辨别，这也就造成了餐桌开裂甚至炸开的情况发生，安全隐患很大。网友周怂怂，我家岩板餐桌的寿命30分钟，脆得像豆腐，就要起来想把它挪个位置就裂了，安装师傅还没走呢，它的寿命就到头了。所以说，小编建议，如果年轻人实在喜欢这种岩板的质感和高级感的话，那么大家就选择有底托的那种，增加岩板餐桌的牢固性。像以上图片里岩板炸裂的，基本上都是一层板，下面就是简单的钢架和桌腿，这种的非常容易断，加上底托后，它就不容易断了。吊椅。吊椅可是个老网红了，小编也曾因为畅想着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坐在吊椅里晃晃悠晒晒太阳、看看书而入手了一个，但是真正用过之后才发现，真是鸡肋的存在。由于它设计的原因，
刚开始坐进去还好，时间久一点就会很疲惫，腰酸背痛的，还控腿，也不能摇晃幅度太大，容易倒。而且上班的时间居多，吊椅使用频率极低，还占空间，现在更是闲置落灰的存在了。所以建议大家真的不要为了一时的新鲜感就轻易买单，多看看使用者的反馈，就能少交不少智商税。但如果真的想要生活中拥有一些调性，不妨选择一把摇椅，既舒适又满足了晃晃悠悠晒太阳的需求。4. 升降榻榻米。升降榻榻米这个家具，相信大家即使没买过也听说过吧，毕竟它前几年是真的火。当然了，现在也没有被彻底淘汰。小编是前些年装的修，正赶上它最流行的之后，当初选择升降榻榻米，主要是因为想着过年的时候家里人可以聚在一起搓搓麻将、打打牌，平时3、5好友聚会时还可以坐在上面聊聊天、喝喝茶，而且它的储物空间也很多，又能储物又能休闲娱乐，真是一举多得。但是真正生活后才发现，它的利用率一点都不高，并且每回用完收拾它也非常费事，得完全蜷缩进去才能擦干净卫生死角。而且有了孩子之后，更是基本没怎么用过，怕孩子磕碰到。再后来就直接当床用了，更是没有再升降过。小编以过来人角度建议大家，直接做正常全储物式榻榻米就可以了。后期真的就是当床来用的，只有换季需要收拾衣服被褥时才打开它，没必要多花钱做升降榻榻米。如果有桌子需求的话，可以买一个可折叠的小桌子，方便取用也方便收纳。5. 贵妃位沙发。说到贵妃位沙发，它真是老一辈人心头爱，又能坐又能躺，看起来就舒服。但是现在年轻人却越来越不喜欢它，总结其原因就是太占空间，也不太适合当下流行的极简风格了。网友艾特洛小范家里人给选的沙发，现在丑也太土了，实在是不喜欢不能忍了，必须得改一改。贵妃位直接拆分开，坐垫套重新换颜色，靠枕也换新的，感觉沙发新生了。对于小户型来说，带贵妃位的沙发一点都不友好，特别占空间，不如直接买一个直排沙发，一个地墩或一人位小沙发，看着整洁立正时尚，还显着空间大。6. 床尾凳。床尾凳这个家具最开始是欧洲国家流行过来的，一般作用就是坐在上面换鞋、放睡衣外袍，还可以防止被子掉落之类的作用，主要跟床摆在一起，看起来很高档。小编当初也是因为看卖场这么一套摆着好看才买的，但是没考虑到面积问题。对于中国大部分家庭来说，它真的是个鸡肋的存在，因为我国普遍商品房的户型，卧室区域也就10多平的空间，放上床再放个床尾凳，基本也没剩下多少面积了，显着非常拥挤不说，半夜起来上卫生间迷迷瞪瞪的，还特别容易绊脚。小编有幸被绊到过脚趾头，那真是瞬间就神清气爽了，最后用不了多长久，它就沦为堆衣服的地了。小编建议，如果你的卧室非常大，且你的装修风格是欧式美式，那你可以考虑买一个，不然的话都不建议买床尾凳。如果有更换的衣服没地方放的话，建议买一个墙面挂钩或落地衣挂，极省空间，而且利用率也高。7. 豆袋懒人沙发。当初买豆袋懒人沙发的起因是，小编去澡堂的休息大厅休息，地面上放的就是这种豆袋懒人沙发，坐上去非常舒服。于是回家之后，果断在网上下单买了一个，但是用了一段时间后，就发现它真是很鸡肋。首先就是它是布面的，放在地面上的原因，它需要经常清洗，不然很容易脏。再有就是坐的时间长点，非常容易变形，软塌塌的。后来有一次拆洗时，不小心把它里袋弄破了。好家伙，里面的泡沫填充物撒得到处都是，而且泡沫填充物因为静电的原因到处粘，收拾了2个多小时才收拾完，果断扔掉，再也不会买了。小编建议，如果特别喜欢低矮的懒人沙发，可以考虑买一个皮革面里面带支撑的懒人沙发，又好打理卫生，还不易变形，同时也没有填充物炸开的风险。文末总结，以上内容都是来自小编亲身经历感受，以及网友真实评论反馈。这7件鸡肋的家居用品，建议大家列入断舍离清单，别再投入了。新房装修，很多业主还在纠结装哪种热水器好。如果你对热水器完全不懂，那建议你直接选燃气热水器。燃气热水器体积小，加热成本低，即开即热，不挑季节和天气，可365天24小时不限量提供热水，是几种热水器中最稳当的选择。但很多人对于如何选购燃气热水器还是一知半解。可能花了大价钱买回家的产品，没用多久就也出现了水流量小、水温忽冷忽热等问题。
大大影响我们的用水体验。这一期，小东结合自身的使用体验以及选购燃气热水器的6个核心关键点，告诉大家怎么买燃气热水器好用且省钱。升数怎么选？首先，大家都知道储水式电热水器的升数是代表容量，即升数越大，储水容量越高。但燃气热水器是不储水的，属于即时加热型，所以它的容量是以出水量来衡量。升数是代表每分钟可以把多少升水升温到25摄氏度。那具体买多大升数的合适，这主要取决于我们一般是多少个人同时使用热水。举个例子，家里是1厨1卫的，那买个13升就够了。如果是1厨2卫，那一般都是2人以上同时使用热水，那选16升就够了。当然，家里有大浴缸的可以选20升以上的。我的建议是升数尽量选大的，真的不会后悔。排气方式选哪种？燃气热水器51次，3种排烟51次，分别是直排式、强排式、平衡式。首先，直排式热水器是将气体直接排放到室外，安全性差，在冬天不开窗通风的情况下，容易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所以基本已经淘汰和禁止生产了。目前主流的排气方式就是强排式和平衡式，其中在这排式因为安装比较简单，性价比也高，被广泛使用，11次，属家庭的选择。但需要注意的是，它必须安装在空气流通的地方，比如家里的厨房或阳台。而平衡式热水器是一种采用完全封闭的热水器，进气来源于室外，燃烧后排放到室外去，也是目前唯一可以安装在浴室的。但这种热水器成本很高，安装也比较复杂，一般在高端热水器上才会使用。水箱材质怎么选？燃气热水器的热交换器是燃气热水器的核心部件，也是热水器加热性能的关键。水箱在长期高温高湿环境下工作，所以选对材质也非常重要。目前市面上的水箱材质比较常见的有无氧铜、零脱氧铜以及不锈钢材质。首先，不锈钢材质的不建议选，效率低，加热比较慢，而且11次贵。在这个优势就是保温比较好。无氧铜热传递效率高，加热也更快，而且耐腐蚀，高温性能也比较好，价格也比较实惠。而零脱氧铜11次含氧量更低，使用11次长，但导热性略低，具有99.9%抑菌率。综合来看，无氧铜和零脱氧铜区别并不大，都是热交换器水箱材质不错的选择。恒温方式怎么选？我们平时洗澡时，其实最担心的就是热水的温度不稳定，水温忽冷忽热的，相信大家都受不了，所以就会涉及到燃气热水器的恒温功能了。它主要是保证我们出水温度的稳定，不会因为用水或者水压的影响导致忽冷忽热。常见的恒温方式有比例阀调节、水汽双调以及水量伺服器3种。第一种是入门级的，通过控制燃气比例调节阀来控制水温，它会受水压以及多处用水量的影响，恒温效果差，一般在低端燃气热水器上还在使用，不推荐大家选。第二个是进阶级，是在这个燃气比例阀的基础上增加了水汽双调，它会比只有燃气比例阀的调整有很大的提升，水温的波动可以控制在0.5度左右，整体会比较舒服，但是它会受水压因素的影响。第三是高阶级，就是增加了水量伺服器的调整，它不会受到水压、季节性温度的影响以及多处用水的干扰，恒温基本上可以说是达到了最优，但是价格也是最贵的。这种技术常见于高端的燃气热水器中，但是其实水量伺服器它其实更适用于水压波动比较大的夏天。如果说我们家里的水压波动不大的话，那其实水汽双调就够了，性价比也更高。下置风机和上置风机选哪种？风机的位置怎么选？这一点是很容易被大家忽视，这里也重点说一下怎么选择。两种风机位置不同有什么区别？先说上置风机，它的主要优势在于排气能力强，并且成本低，但它缺点是热效率低，并且电机靠近高温区域，比较容易烧坏，使用寿命大打折扣。而下置风机不仅热效率高，并且温度低，且寿命长，在这点就是成本高，一般2000元以上的机型11次，所以预算充足的话，我们一定优先选下置风机的燃气热水器。零冷水功能有必要吗？买燃气热水器，很多人都纠结到底需不需要选择带零冷水功能的。其实这个功能它主要就是解决我们每次用水的时候要放很长一段时间的冷水的问题。零冷水的优点自然不必多说，大家都懂，一打开就是热水，舒适性高。冷凝水功能虽好，
但缺点也比较明显。如果是安装回水管来实现热水循环的话，那么安装成本必然会很高。如果是通过末端加装单向阀，虽然安装成本低，但冷热水管共同形成一个水路的话，那么弊端是连你家冲马桶的水都是热的，后期的使用成本比较会更高。所以原则上来讲，如果是普通住宅热水器到淋浴区的距离不超过10米，就没必要选择零冷水热水器。一般这个功能只适合空间比较大且不在乎成本的别墅住宅。燃气热水器品牌怎么选？如果考虑选购高端机型，建议优先选择林内、能绿、史密斯等国外品牌，恒温与性能方面表现更好，特别是在高端产品上尤为出色。如果中低端机型，可以考虑海尔、美的、万和、万家乐等国内的主打性价比的品牌，市场占有率高，售后也有保障。我发现身边很多人买家电都会不自觉地掉进高端家电的坑，会过于相信家用电器是一分钱一分货，盲目认为贵有贵的道理。其实在我看来，不论任何产品任何行业都会存在暴利产品和品牌溢价，家电行业也是如此。所以选择家电并不是越贵越好，特别是一些刚需家电，选择基础款反而更实用。比如本期分享的这4种家电就没必要买太贵的，劝你有钱也别去当冤大头。1. 油烟机。要我说，油烟机绝对是暴利行业，不接受反驳。一个卖家电的朋友和我吐槽说，现在的一些高端油烟机动辄5、6千的售价，比2台空调价格卖的都贵，简直无法理解。要说技术上不如空调也就罢了，连材料成本也没法比。咱都知道，空调有内机也有外机，而且压缩机成本普遍都不低。反观油烟机的结构，简单的不行，一个电机2个风扇，再加一个外壳就完事了。就算你用的是纯铜电机，成本不过几百块。再说排烟效果给力与否和它的吸力、风压、排风量这些参数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如果性能参数相同，便宜的和贵的烟机相比，吸烟效果都差不多。所以油烟机真没必要买贵的，市场上价格超过4000的，无非是增加了什么挥手感应、油污自清洁等附加功能，多半以上都是智商税。咱们选油烟机，风量在17米以上，风压大于300帕，噪音值小于65分贝，满足这些条件，1、2千的机器就很优秀了。品牌方面，可以看看帅康、华帝、苏泊尔这样的2线品牌，性价比更高。2. 电热水器。热水器家家必备，特别是东北地区，可以解决冬天洗澡的难题。如果你选择的是燃气热水器，建议你买贵一点的，毕竟这玩意是一分钱一分货，多花一点钱就多一项功能，什么恒温增加、零冷水功能，统统给你安排上，后期的使用体验感也大不相同。但如果你家选择的储水式电热水器，我劝你就别花冤枉钱了。这东西贵的和便宜的区别不大，安全标准都过关，不过是容量和内胆上的差异。这么说吧，电热水器的自身技术并不高，内胆的使用寿命基本都是7、8年，超过年限就得报废。你买再贵的产品，也逃脱不了容量有限，热水用完还得重新烧，用久了会积水垢，需要清洗的这些弊端。所以说，与其花3、4千买个电热水器，就非常不划算。花同样的钱，还不如去买燃气热水器，热水即开即热，也省电，后期保养维护也省心。当然，如果条件不允许，必须选择电热水器的话，咱们买个1800块的基础款最实用，容量在60升以上，高于2级能效就可以了。至于品牌，可以看看海尔、美的、万家乐这几个国民老品牌，质量和售后都有保障。3. 净水器。要说家电行业最大的坑就是净水器，套路也是越来越多，很多人都在这上面花了冤枉钱。你要知道，市面上不论哪种净水器，它的作用就是过滤水质，提高用水健康。所以千万不要被五花八门的营销宣传、花里胡哨的功能给欺骗了。说什么净水器有美容养生的功效，这些都是妥妥的智商税。这玩意也不是啥高科技，几个滤芯、一个水泵加一个外壳，成本再贵也不过7、800块。而且净水器的好坏完全取决于滤芯，滤芯的级别达不到，出来的水也是白扯。像我邻居家买了某品牌的净水器，一根活性炭滤芯加一个紫外线杀菌灯，价格竟然高达6、7千，每年更换滤芯的成本还要花1500，真的是把老百姓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所以净水器不要买太贵的，2000块以内的就已经很不错了，普通家庭完全够用。考虑直饮，就选择带2O 反渗透膜的，一定要买插电排废水的，因为2O 膜需要物理加压才能出水。另外，滤芯成本也要问清楚，避免买得起却用不起。4. 指纹锁。不得不说，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给家里更换成智能指纹锁，毕竟出门不用带钥匙，回家开门也更加智能便捷。但我搞不明白的是，现在还有人花几千块去买一把指纹锁，是图个啥？要说一把锁的核心部件就是锁芯，市面上几百块和几千块的指纹锁同样都是 C 级锁芯，安全性能都是杠杠的。再说功能方面，什么指纹解锁、密码解锁、传统钥匙开锁也都能满足，功能上大差不差，配件上也都是一样的，唯独就是外观造型和品牌不一样。所以高端的大牌指纹锁卖的基本都是品牌溢价和华而不实的附加功能，什么猫眼监控、异常抓拍、3D 人脸识别，这些所谓的高科技功能很多时候根本用不上，没必要为它买单。而且你要知道，对于智能门锁来说，它的功能越多，意味着故障率越高，而且电池的续航能力也越差。所以选购指纹锁，只要不是太便宜，选择1000多左右的产品，它的实用性反而比你选择2、3千的所谓大牌指纹锁更高。就比如小米、陆克、石将军这几个品牌，虽说没有德诗曼、凯迪仕、飞利浦知名度高，但贵在性价比高，品质和口碑也非常不错。最后再次提醒大家，选择任何一种家电，它自身的实用性都应该放在首位，千万别为了外观颜值和营销噱头买单，特别是一些华而不实的附加功能，看似很高级，实则很鸡肋。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别去拿辛苦挣来的血汗钱去交智商税。家用电器可以说是每个家庭中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对于一些小型的家用电器，大多数人会选择在网上购买，毕竟动手指就能完成，不用东奔西跑的亲自去实体店，更加方便省事。但是对于一些大件的家电产品，太多人拿不定主意，到底能不能网购，线上买的跟线下实体店的质量到底有没有区别？前段时间我们大学同学聚会，碰巧有一个同学毕业后就在家电行业工作，他告诉我说，一般主流的家电品牌生产出同一个产品，会用3个不同的型号命名，分别是线上型号、线下型号和专攻型号。家电厂商故意把型号岔开，为了就是防止渠道之间打价格战。因此很多人会发现，网上有些型号在实体店你根本找不到。那么买家电到底是在网上买还是到实体店里买会更好？来听听我老同学怎么说。先说线下实体店，线下型号一般都是外观略显华丽、功能完善的产品，理由也非常简单，品牌方也知道选择线下的大多是以中老年群体为主，一般不喜欢网购或根本不懂网购的人群，而且经济比较稳定，有一定的支付能力，这类人群更注重线下实体的服务。很好的产品体验，包括一些产品新功能，还有销售人员热情的讲解等等。其次，之所以线下产品比线上卖的价格贵，也有一定的原因，毕竟还需要支付房租、人员开支、活动费用等等，没有一定的利润是难以生存的。再说线上型号，首先就是价格必须敏感，比线下价格便宜是肯定的，不然消费者就失去了网购的意义。家电厂商也知道，现在线上的人群画像肯定是年轻人居多，他们更关注的是产品的外观、主要功能，且喜欢对比参数数据，所以线上产品通常科技感强，外观时尚，再砍掉一些可有可无的功能配置，从而进一步降低成本。理论上来说，只要型号一样，质量就一样，这和线上线下没什么关系。为什么便宜很多？因为对于厂家来说，线下实体店型号的客户是各地的经销商，而网上直营型号的客户才是咱们普通消费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自然就更便宜。最后说下专攻型号，说白了指的是某宁专攻、某猫专攻、某美专攻、某东专攻等产品。既然是专攻产品，那就得稍微改造一下，再拿去给那些大平台销售。所以如果你去对比，不难发现产品只是型号不一样而已，基本上就是多个字母少个字母或大小写不同。再比如像某宁的产品后缀加个 S， 某东的加个 D， 某美的加一个 G 等等，这些就是渠道包销机了，你只有在对应的渠道里边你才能买到，其他地方根本看不到。不过大家放心，大平台之间的竞争极其充分，即使是专属产品，他们的价格也是合理的，只是规避了同品比价，还有活动力度、活动档期的不同所带来的麻烦。至于大家去逛线下实体店时候，商场的导购会和你讲，网上的产品不如线下的质量好，机器重量不一样，选材用料也不一样，可能还会买到翻新机等等，这些通常也都是他们的销售技巧罢了，为了就是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其实产品就一个核心点，一个大品牌的家电厂家，它只会分渠道、分马甲，不会分质量，因为没有一个品牌或者一个厂家不懂，只有品控一样才叫品牌。
至于线上价格便宜，是因为卖的是翻新或返修机，这个纯属无稽之谈。如果你把翻新机敢当正品在线上卖，那么第一台就会被你的同行买走，然后大肆宣传炒作，搞臭你这个品牌。5、关于线上线下产品安装售后是否有区别？首先，流程是一样的，你不论是选择线上还是线下购买，都是按照我们所在地区的仓储物流统一安排送货，然后再安排专业的师傅上门安装。其次，不管你是线上购买、线下购买，你会发现其实安装和送货通常都是同一伙人。至于质保售后问题，那就更不用担心了，只要你买的是同一个品牌，售后服务肯定是一样的。而且，如今大的家电品牌都有全国统一的服务电话，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打个电话就有专人上门进行检验维修。6、总结一下，不论是线下还是线上购买家电产品，首先质量肯定是一样的。如果你对网购不是很精通，更乐于享受线下产品体验感，以及导购员1对1热情的服务，还有线下商场高大上的购物环境，那你可以去实体店买，价格贵一点也很正常。你觉得贵那一部分是被房租、水电、人员、装修等费用吃掉了而已。喜欢网购的一定要买线上型号，由于它这个运营成本低，价格确实便宜，但一定不要在网上买线下型号，网上的价格就是给实体店打掩护的，实体店的实际成交价会比网上低很多。如果真有人到网上买原价，那就是能坑一个是一个。最后一个问题，问我同学，线上型号和线下实体店型号性能差别大吗？他告诉我说，其实家电功能比较单一，只要参数差不多，差别就不大，颜色和外观一样，只有型号不一样，目的就是让你无法在各个渠道之间比价而已。